嗨，大家好！我现在呢已经从起伏最东面的这个大门啊，通过一条隧道骑到了四广路上啊。我骑到大马路上，才发现啊，我刚刚这一段没有打开我的摄像机啊，结果又是一个乌龙，但无所谓啊。虽然经常会发生这样的错误，但就像我昨天跟一位网友啊交流的那样，因为你平时拍的内容啊并没有那么重要，所以呢，即便发生了一些错误，有些画面没有拍到啊，也不会有太多的遗憾，只是享受在骑行过程当中骑行的乐趣啊，还有就是装模作样在那边拍摄的这个过程就好。普通人呢，对生活啊要保持热情，但是要求不要太高啊。老实讲，你要求太高，有时候可能也达不到。我个人的生活态度呢，就是你做那些对别人有价值的，同时也关乎你自己的价值体现的那种工作啊，你要专心致志，你要精益求精，但自己的生活呢，就要无为而治啊，平平淡淡才是真。我觉得这样呢，才能够活得自由自在啊。不仅可以减少一些生活中的压力啊，让生活过得更为轻松愉快，而且呢，也更容易以一种平常心的心态来看待生活中的事物啊。遇到的不平，无需为生活中的琐事烦恼，即便是在马路上骑行啊，也就对那些不遵守交通规则、胡乱穿插的那种车辆和行人呢，保持一颗平常心，甚至没有必要去太多的在意啊，尽量让那些无关紧要的事物呢，不要走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
现在呢，我骑过了四广路啊，准备在前面的左边村边上的那条三丹河绿道啊，再去骑行一圈。因为呢，我要找一个相对僻静的地方，来完成我今天的牙医说的健齿时尚专栏的录制啊。如果是收看了我好多期的牙医说的朋友呢，应该都知道啊，我的牙医说健齿时尚专栏呢，大部分都是在我骑行当中录制啊。原因呢很简单，就是我首先得要满足我自己身体健康的需要，完成我每天健身骑行的任务啊。在这样的前提底下呢，我也非常热衷于和大家来分享我曾经作为一名牙科医生行医几十年的诊疗经验，以及呢我本身对于牙齿健康、预防保健以及跟牙齿相关的时尚的内容呢进行宣教的热情。所以呢，我非常乐意利用我的健身骑行的时段，在骑行途中美丽风景的衬托之下来跟大家做一些慢聊式的牙齿健康时尚方面的分享。当我今天骑行到这条丹山河河道上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今天来的地方未必是一个合适录制这样的视频的地方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小路上来来往往的人流，尤其是长辈们带着自己的孩子，可能趁着雨后比较凉爽的天气大家呢都不约而同地来到了贴近自然的散步道上，感受自然的氛围。而且呢，我的耳畔响起一阵经久不息的警报声我就突然想起，原来呢，广州今天是一个防空警报的预演日，应该呢是要告诫民众和平年代也要警钟长鸣，防止不测的国家安全事态的发生
没有啊，怎么这么难呀？既然呢这条路上啊不适合我来录制视频，那我们就享受在这条路上和大家一起相伴而行的热闹的场面啊，生活的气息。然后呢，我就干脆骑到村里啊，体验一下啊村民们的生活。最近因为经济的大环境不景气啊，所以民众呢只能通过自救的方式啊，比方说在空地上摆摊，把自己手工制作的一些物品或者家里的物品的转让啊，来增加一些收入，也就是偃旗息鼓了好多年的地毯经济呢，最近又死灰复燃。这就让我想起啊，40年以前，没有人可以呢在家门口摆摊，未经许可私自出售自己的物品呢，都被视作投机倒把，甚至会受到严厉的处罚。而改革开放的第一步呢，就是允许大家摆摊，在各条街道上形成了很多的自由市场。当年有一个名字啊，这种没有经营执照啊，随意摆摊的行为呢，被称之为走鬼。也就是说呢，你在做小生意的时候啊，也要眼观六路啊，警惕市场监管人员突击检查。后来呢，随着政策的稳定啊，政府就会在一些指定的街道上允许大家在那边摆卖，而且不但是白天，即便晚上呢，也有夜市啊。你看，在广州比较有名的就是西湖路夜市，一直到了后来，商品更加丰富，民众的消费能力呢也更强，自然而然呢，地毯经济消失，大家呢纷纷转入到商业街、商业中心、购物商场里面去消费啊。谁知道呢？过了几十年，地毯经济又回到了我们的生活之中啊！真是40年河东，30年河西。
现在呢，我已经骑到了懒塘村啊，这一片乡村地带啊，建了很多的厂房，相信呢，这就是乡村经济的代表。但问题是，这种经济的初级阶段啊，到了一定的时候呢，就有可能无以为继。下一阶段啊，农村何去何从？可能以前大家也都没有去进行过这方面的思考，但现在的话呢，明显的感觉啊，这种旧模式的经济已经发展乏力啊，很难期待它还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或者说呢，它面临着一个升级换代的难题啊。我相信很多人会思考，但是事实上呢，要找到答案恐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是出于这种迷茫，所以人们呢总是想着走老路，又发掘出那些当年曾经风风火火的地产经济。但这能不能解除当下的困局啊？其实未必乐观啊，或者呢有待于更长时间的观察。看来呢，我今天只能在村里闲逛了啊。从左边村骑到了懒塘村，在防空警报的背景之下，结束健身骑行啊。我们下一段骑行再见，谢谢观赏，拜拜。